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活着，先在下面留言报个平安。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见证了历史。我做投资这么多年，见过大风大浪，但像2026年1月30日这个黑色星期五，坦白说，真的会让心脏漏跳一拍。行情单日暴跌超过 12%， 从接近$5600的高点直接杀到4800以下。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白银。白银单日雪崩超过 31%， 一度跌破$80大关。这是什么概念？如果你是有开杠杆的朋友，只要方向做错，这一天就能让你资产归零，甚至负债。好，我们来当一次侦探，这次暴跌的凶手是谁？表面上的原因大家都看到了，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了 Kevin Walsh 出任下一届联准会 Fed 主席。大家可能会想，换个主席而已，市场反应有必要这么剧烈吗？来，我念一段外媒的路透社 Reuters 报道原文给大家听，你们感受一下市场的恐慌在哪里。Trump chose Walsh to head the U.S. Central Bank when Powell's leadership term ends in May. It gives a frequent Fed critic a chance to put his idea of monetary policy regime change into practice as the White House pushes for more control over interest rates. 这段话的意思是，川普已选择 Kevin Walsh 在 Jerome Powell 5月主席任期届满后执掌美国央行。此举让这位长期的联准会批评者有机会在白宫极力推动加强掌控利率之际，将其货币政策体制变革 regime change 的理念付诸实行。为什么市场怕他？因为 Walsh 过去一直被视为鹰派，而且他对 Fed 过去几年的宽松政策很有意见。市场原本预期 Fed 会继续大撒币降息，结果现在来了一个可能强调美元稳定，甚至不想过度降息的主席。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美元瞬间暴强。大家要记住一个公式，美元强，黄金就弱，这两者就像跷跷板。美元指数从4年低点反弹，当市场意识到美元可能不会像废纸一样贬值了，那些原本因为怕美元崩盘而跑去买黄金的资金，瞬间就像在大戏院里听到有人喊失火了一样，全部往出口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获利了结 profit taking 卖压。但是各位，身为专业的分析师，我必须告诉大家， Kevin Walsh 只是那根点燃炸药的火柴，真正的炸药是市场本身积累的获利盘。回顾一下2025年黄金涨了 66%， 白银涨了 135%，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涨幅，市场上充满了赚得盆满钵满的投资者。我们来看一段 investing.com 的报道，解释了为什么跌幅会这么深。 The sell-off, described by analysts as profit-taking, the market was due for a correction, and the triggers behind the sell-off could b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ranging from the Fed chair announcement to broader macro flows. 这里说的是，这波抛售被分析师描述为获利了结，市场本来就该回调了 due for a correction。 Fed 主席的提名只是触发点之一，背后还有更宏观的资金流动。简单说，就是大家早就想卖了，只是在等一个理由。当 Walsh 的名字一出来，大家理由找到了，于是集体抛售。加上现在有很多程式化交易 algorithmic trading， 一旦跌破关键价位，机器人会不问价格疯狂停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雪崩式的下跌。特别是白银，这里补充一个冷知识，白银的市场比黄金小很多，波动性本来就大。这次白银跌了 30% 以上，创下了历史纪录，这就是典型的流动性踩踏。好，惨况讲完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派对结束了吗？黄金还能买吗？这时候我们不能只看新闻标题，要看大机构的内部报告。我手边有一份瑞银 UBS 最新的研究报告，发布时间就在这次暴跌前后。他们的观点非常有意思，完全没有因为这次暴跌而转空。Gold remains an attractive asset and a strong hedge in our view. We remain long and increase our price target to USD 6,200 per ounce for March, June, and September 2026. 这段话非常重要，大家听好。UBS 说
黄金依然是有吸引力的资产和强大的避险工具。我们维持做多 remain long， 并且将2026年3月、6月、9月的目标价上调至6200美元每盎司。你没听错，现在跌到4800左右，但瑞银看到6200，为什么他们这么有信心？根据这份报告，支撑金价的有3大支柱。第一，央行买盘，全球央行还在买，尤其是像波兰这些国家正在增加黄金储备。第二，实体需求，虽然价格贵，但中国的实体需求依然强劲，这跟季节性因素像是春节有关。第三，地缘政治与避险，虽然沃什上台利好美元，但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美国内部的财政压力并没有消失。所以机构的观点是，这是一次健康的修正，而不是牛市的终结。大家对这份报告有兴趣的，我把连结放在描述栏。对于一般投资人，我有3个建议。第一，不要在恐慌中杀低，也不要急着接飞刀。目前的市场波动率 volatility 非常高，正如分析师说的，1月份将是贵金属历史上波动最剧烈的一个月。让子弹飞一会儿，等价格稳住在某些关键支撑位，例如黄金4500到4600美元附近再观察。第二，关注美元走势，沃尔什效应能持续多久？如果美元继续强势，贵金属短期还会承压，但如果大家发现美国的债务问题还是无解，那黄金长期的逻辑就还在。第三，分批布局，不要开高杠杆。这次白银跌 30%， 告诉我们，在贵金属市场开高杠杆，无异于在火药库里玩火。如果你相信 UBS 的6200美元目标价，现货或低杠杆的 ETF 才是比较安全的选择。投资市场永远充满惊喜或惊吓，这次的历史级暴跌也是市场给我们上了一堂风险管理课。你现在手上有黄金或白银吗？这波下跌你是恐慌停损，还是准备逢低进场？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如果觉得这集影片对你有帮助，帮我按个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见，拜拜。